这个男人不仅事业一败涂地，还在外面养小三，妻子不堪受辱，竟然疯了，还将小女儿扔下楼。男人名叫狗蛋，平时就靠画漫画维持生计，但出版社怀疑他抄袭，将他作品停更了。狗蛋一下失去经济来源，付不出房租，于是劝说妻子小美搬到乡下住，一方面节省开支，一方面可以给他会情人制造机会。搬家前夕，感受不到爱的小美却疯了，将小女儿扔下楼，但因为她患有精神病及小女儿年龄小，因此警方断定是意外。狗蛋一家不仅获取保险赔偿金，还在乡下买了栋漂亮的别墅。这天，狗蛋借口要去参加葬礼，却跑去私会情人。他的二女儿小雅在葬礼场上孤零零的，不知如何是好。还好遇上父亲的刑警朋友大壮，大壮将小雅送回了家。小美精神病越来越严重，常常幻想着小女儿还在世，只是不知道藏在哪个地方。她总觉得新家的仓库有异常声响，但狗蛋却一次也没听过，因为他猜测小美又犯病了，没在意。小美不依不饶，狗蛋只好借口表示第二天去中介拿仓库钥匙，因为家里没找到。但事情并没有结束，晚上一家人在睡梦中，房子竟然莫名的倾斜。小雅睡前还发现了窗户有不干净的东西，听到她的尖叫声，小美立即赶来，但周围却没有发现异常。她以为女儿跟她一样做了噩梦，但小雅知道这不是梦，她真的看到不干净的东西，但不想刺激到患病的母亲，所以什么也没有说。小美自从患病后，就养成一个习惯，趁着脑子清醒的时候写日记。从她的日记看，我们得知她的女儿小雅跟大儿子都不是亲生的，是她没患病前领养的。第二天一早，小美就催促狗蛋去中介拿钥匙。狗蛋心中是10000个不愿意，因为昨晚他们全程在一起，他根本没有听到异响。不过他也不想跟老婆费口舌，假借拿钥匙之名去会情人。狗蛋走后，小美又听到仓库里有异响，她忍无可忍了，想直接挑家伙破门而入。这时她遇到一名红衣女子，红衣女表示自己是她的邻居，看到他们刚搬来过来打招呼。奇怪的是，这个红衣女嘴上总说奇怪的话，还发出诡异的笑声。小美暂时放弃，打开仓库门。就在这时，她的女儿小雅却晕倒了，她立即将小雅送去医院。狗蛋听说女儿晕倒后，匆匆赶来，他见妻子状态不佳，便让她先行回家休息。小美回家途中，又在路上遇见红衣女倒在地上，好心的她顺路载她一程，没想到恐怖的事情又发生了。只见红衣女嘴上又振振有词地念着莫名其妙的话，还自顾自地抽着烟。这一幕让小美十分烦躁，她大喊着将烟熄灭，让她下车。没想到红衣女竟将烟头插向她的身体，小美崩溃到极点，刹了车。结果转头一看，副驾驶上空无一人。那么红衣女是小美的幻觉还是鬼魂呢？回到家的小美顾不上那么多，猜想仓库一定有问题。她拿起斧头将仓库门凿开，结果一进门傻眼了，里面的东西摆放像某种祭祀一样，旁边还有人类的尸骨。正当她不知所措时，红衣女突然出现，并给她戴了一个诡异面具。这不戴还好，一戴小美就像被鬼附身一样，脸上露出诡异的笑容。从这之后，小美性情大变，在家里浓妆艳抹，还穿上红衣，而且从不下厨的她为家人准备一桌子菜，看着黑不溜秋的样子，女儿看了直倒胃口，她却吃得津津有味，吃相还很难看。狗蛋这下也猜测仓库有鬼怪了，赶紧到中介那里找钥匙，但中介慌里慌张，找了个借口将他打发了，这不禁引起狗蛋的怀疑。回到家，他也拿着斧头想将仓库门凿开。等他到仓库时，发现门已经被小美打开了。他走近一瞧，竟然看到小美对着一具尸骨傻笑，这下把狗蛋吓到，跑回房间。之后小美也回来了，她对着装睡的狗蛋说了莫名其妙的话。狗蛋虽然听到了，但不敢吭声。第二天，狗蛋又来到中介会所，没想到中介大门紧锁，显然是在躲着他。狗蛋没办法，只好找来他刑警朋友大壮，调查他们所住的房子。然而调查结果让狗蛋毛骨悚然，原来他们房子一共住过2个家庭，但是都发生过命案，且作案手法一模一样，都是女方给配偶及孩子买了巨额保险，然后用毒药将他们杀害，骗取保险金。而且这2个家庭还有一个共同点，他们的孩子都是领养的。但奇怪的是，第2个家庭女方将配偶及孩子杀害后，没有领取保险金，而是服毒自尽了。警方也感到奇怪，这让狗蛋联想到他们家的孩子也是领养的，难道真是鬼魂作祟吗？与此同时，大壮将第2个家庭的照片给狗蛋看，这照片上的女主人
正是那天葬礼上的女人。但是狗蛋当天并没有参加，所以他没有多想，而是马不停蹄回到家找妻子。结果真在房间里发现几份巨额保单，但是狗蛋并没有报警，也没有远离。他萌生出邪恶的想法，如果他将计就计，拿到巨额赔偿款后，他的人生不就逆袭了吗？只要他不阻止妻子，他就能获得巨大的财富了。而且他不仅不阻止，还成了帮凶。这一天，小美做了好了晚餐，但这次餐里加了剧毒。正当夫妻俩逼小雅吃下时，小雅又看到2个小孩的影子，他们都冲着她摇头。于是小雅打翻了毒粥，也因此惹怒了她的养父母。剧毒不行，那就来硬的。小雅趁机逃跑，逃跑过程中还拿走狗蛋的手机，给大壮发信息求救。之后他躲到仓库。俗话说，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。不过狗蛋跟小美也猜到了，狗蛋找到小雅，死死地将她按在地上。就在这时，一旁的小美突然清醒，回忆起与小雅生活的点点滴滴，意识到小雅有危险时，她决定大义灭亲，反将毒药灌到了狗蛋的嘴里。然而没多久，她身上邪恶的面具又开始作祟了。为了保护女儿，小美吞下毒药自尽，以这样的方式结束罪恶的一生。养父母相继死后，他们的刑警朋友大壮也赶来。养父母死后，家里只剩下小雅和他的哥哥。你以为故事到此就结束了吗？没想到又迎来一个大反转。当大壮拥抱小雅时，小雅的脸上露出了那个邪恶面具。原来小雅早在参加葬礼时就被邪恶蛊惑，也就是说，这一切都是小雅做的局。她将父母引到这栋房子，让悲剧重演。如果那天狗蛋没有去私会情人，也许能发现小雅的异常。然而一切都晚了，未来不知道还有多少家庭会重蹈覆辙。以上就是韩国电影《扭曲的家》的故事内容。本片女主的扮演者徐英姬曾主演了金福南杀人事件，在这部电影的表演依旧很出彩。